我重生成一条蛇，却发现自己被泡成了药酒，罐子里除了我，还有其他几位炮友，分别是蟾蜍、壁虎、蝎子和蜈蚣。显然泡酒之人是要把我们炼成五毒酒。正想着怎么逃离这里时，顿感一阵饥饿袭来，没办法的我只能将目光看向早已死亡的众多炮友。于是我强忍恶心将他们逐一吞下，却意外觉醒吞噬进化系统，只要吞噬就可获得能量点，能量点能增加力量、速度、防御、毒性和生命值这5项属性，属性加满即可晋级。虽然系统将我的毒液强度直接提升了5倍，可眼前这个巨大的酒缸，我依旧逃不出去。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我立刻躺平装死。这人盯着酒缸嘀咕道：“奇怪，怎么只剩一条蛇了？不过明天就是交货的日子，只能再去抓4只毒物补上了。”就在男人打开盖子的瞬间，我一口浓痰吐向他面门，趁机迅速向大门外游走，消耗1点能量。我打开系统雷达，外面是一片居民区，1公里外则是连绵山脉，只要逃到那里，我就自由了。但中间隔着几条车流不息的主干道，我只能等天黑再悄悄行动。于是我先躲进了旁边的灌木丛里。这时酒房方向传来杀猪般的惨叫，吸引了周围邻居的注意。得知一条毒蛇逃走，他们当即拨打了119。10分钟后，几名消防员带着2条搜救犬赶到现场。众所周知，搜救犬的鼻子灵得很，我连忙扭动身躯朝一处地洞钻去。进来后，我发现里面竟有一只同类，虽然很想吃了它，但眼下背锅侠这个身份显然更适合它。我喷出毒液将它麻痹，再一点点拖向洞口。片刻之后，伴随着一阵狗叫声，只听外面大喊：“抓到了，抓到了！”渐渐的，周围安静了下来。我知道危机暂时解除了。等到夜幕降临，我立刻钻出地洞，望着远方的山脉，腹中再次传来饥饿感。不远处就有一只老鼠在刨土，鼠鼠这么可爱，怎么能放过它？可蛇类这种囫囵吞枣的进食方式让我十分不适，心里正想着要是有牙齿就好了。系统立刻响应，叮，检测到宿主强烈的器官改造欲望，开启身体器官改造功能，每10点能量值可兑换1点进化值，积攒足够的进化点即可兑换所需器官。看着系统商城里那些传说中的改造方案，焦牙龙鳞，甚至化龙，我心潮澎湃。当然，这些现在都是我可望不可及的存在。经过8小时的狩猎，我获得了400点能量值，全部转换成40点进化值，加满5项基础属性后，我迎来了第一次晋级。伴随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几分钟后，我感觉自己变得比以前更长更粗壮。晋级成功，宿主当前境界野兽2级，满10级可进阶为异兽，后续还有兽兵、兽将、兽王3大境界。了解境界划分后，我游到马路边打算横穿过去，可就在我爬到一半时，一阵引擎的狂暴嘶吼由远及近，一名黄毛载着妹子以惊人的速度飞驰而来。那妹子一边疯狂尖叫释放压力，一边还用手机拍摄，眼见就要被撞上，我卯足力气一个弹射，飞跃到了马路对面。这惊悚的一幕被手机完整记录，二人急忙刹车回看视频，确认真是一条巨蟒后，立刻拨打了新闻热线。第2天新闻就播报酿酒人被自家泡了2年半的毒蛇咬伤，其毒液强度是同类5倍有余的消息。网友们纷纷推测是发生了变异，因为最近动物变异事件频发，有会站立唱跳的鸡，长着人脸的蜈蚣，甚至还有目击到巨型九尾狐的传闻。一时间网络上众说纷纭。此时我已踏入深山，2天行程下来，腹中早已饥肠辘辘。我打开系统雷达地图，发现不远处的山洞里藏着一处蛇窝，而且它们正处在冬眠状态。我悄悄靠近，一口一个小辣条，直到将这100多只同类吞下肚，我获得了足足90点进化值，这足够我连升2级。我找了个安全角落连续突破，然而系统却提示我当前寿命剩余5年，5年内突破至兽兵境可增寿10年。第2天我正泡在溪水里洗澡，然后在岸边晾干身体，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鹰唳，显然我成了这只老鹰的捕猎目标。我心中有了主意，虽然我不能飞，但我有3维雷达，我死死盯着雷达中老鹰的一举一动。见我没有反应，老鹰一个俯冲急扑而下，就在它离我还有5米远时，我一口毒液喷出，正中它的双眼，随即猛地窜起，死死咬住它的脖子。它到死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如何被反杀的。吞下老鹰后，我心头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再次打开雷达，发现几个蓝点正在靠近。雷达中红色代表极度危险，蓝色代表存在危险，黄色是旗鼓相当，白色则毫无危险。虽然不清楚蓝点具体是什么，但我还是觉得保命要紧。1公里外，几个汉子正带着2只猎犬四处搜寻。很快他们来到河边，躲在灌木丛中的我也看清了他们的身份，5名装备齐全的捕蛇人。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得知，他们接了某生物研究院高达50万的悬赏，专程来抓一条变异毒蛇。知道他们是冲我来的，我明白只有逐个击破才有胜算，毕竟我前世也是一名捕蛇者，深知他们的套路。虽然我前世是捕蛇人，但今生这副躯体可没接触过这些。看着其中一人有些掉队，我立刻冲出，咬住他的手臂，注入毒液，然后转身藏入草丛。前面几人对着我消失的地方，砰砰就是2枪，是霰弹枪，好在距离较远，被打中除了有些疼痛，连鳞片都没破开。他们留下1人照看伤员，剩下3人立刻追了上来。2只猎犬速度最快，我故意引着他们消失在密林深处，等捕食者赶到时，2只狗早已没了呼吸，他们气急败坏，扬言一定要活剥了我。3人继续向前搜索，我盯住最后1人，再次偷袭得手后，消失在一棵树后。其中1名汉子当即就要冲过来，却被同伴喝止：“你去送死啊！那畜生明显有灵智了，就是要逐个击破我们。”那人冷静下来，赶紧帮伤员处理伤口。可就在这时，远处传来2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一声惨叫，剩下的2人顿时面如死灰，萌生了退意。5人已重伤3人，再不撤退，恐怕要全交代在这里。看着被我重伤的2人，我突然发现散落的急救包旁有一颗散发着微光的红色果实。看到它，我体内涌起一股强烈的吞噬冲动，立刻用系统扫描血灵果，蕴含大量灵气的奇异果实，吞噬后可获得1万点能量值。我当即大喜，叼起果子，但这里绝非吞噬之地，得找个安全所在才行。可就在这时，刚才重伤的1人竟艰难的举枪瞄准了我，刚好在他人意识模糊，只有3颗钢珠从我背脊划过，感受到钻心的疼痛，我连忙逃离。此时另外2个没受伤的人也折返回来，害怕被追击，我一头扎进湖里，强忍剧痛游出几百米。不知过了多久，我看到一个漂浮的竹筏，确定四下无人后，我爬上去陷入了昏迷，嘴里的血灵果也被下意识的吞了下去。虽然肉体昏迷，但我还保留着一丝意识。不知飘了多久，前方出现一艘渔船，我顿感不妙，暗叹无名
命休矣。但没想到渔船上的一个小女孩说什么也要救我。她体质特殊，从小受动物亲近，她的爸爸和爷爷见状，也决定将我带回家休养。我不禁感叹，这是遇上好人了。时间过去7天，我身上的伤好了七七八八。刚苏醒时，除了小女孩小芳，其他家人对我还是非常畏惧的。但发现我并无攻击性后，他们也慢慢接纳了我。尤其是小芳的弟弟，经常溜进我待的杂物间。起初他爷爷担心的不行，但后来却直夸我通人性。看着一脸得意的小老头，我心道，要是换成别的蛇，你那小孙子早就没命了。然而在接下来的相处中，我却意外和小芳建立了精神联系，系统也随即出现了一个名为念力的新属性，只要双方念力都达到80，即可进行精神沟通，达到100就能形成精神威压乃至精神控制。难道人类也有可能变异？我好奇地用系统扫描了它，结果显示小芳的境界竟高达野兽9级，念力更是达到了极限的99点。她还拥有精神沟通和赤子之心2个技能。我虽然是野兽，灵魂却是人类，小芳将来或许会是我与人类世界相处的绝佳桥梁。建立联系后，我立刻向小芳表达了救命之恩，随即表示在屋里闷久了，想出门晒晒太阳。等小芳离开，我立刻将之前存下的能量转化了1010点进化值。可半个多小时过去，我却卡在野兽10级无法突破，系统提示周围环境灵气不足，无法进阶。没办法，我只能先晒太阳。就在这时，小芳的父亲和爷爷回来了，他们看到我又变大的身躯，明显有些畏惧。我终究是一条蛇，伤好后还是要尽早离开。听着那爷俩谈论野猪祸害庄稼的事，我明白报恩的时候到了。我立刻通过精神联系向小芳表达了想帮忙的想法。小芳爸爸以为女儿发烧说胡话，大蛇怎么能听懂人话？见此，我立刻朝他肯定地点了点头。父子俩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随即小芳爸爸朝我抱了抱拳，那就有劳蛇仙了。我告别小芳，踏上了寻找野猪的路程。既然受环境所限无法突破，我决定先将进化点用来强化技能。我将毒液喷射晋升到4级，不仅喷射距离达到12米，毒性效果更提升至恐怖的15倍，还剩118点进化值，消耗100点升级天眼雷达，侦查范围提升至2公里，并且能针对特定物种进行搜索，每次消耗10点能量值。这功能主要用于保命，用来找野猪有点大材小用。我藏在一片被野猪祸害的菜地附近，守株待兔，直到夜幕降临。雷达上突然出现10个蓝点，我立刻警惕地看向远处，那10个人里竟然有2个老熟人。这次他们不仅人人背枪，还带了5只猎犬。我眼中闪过一道寒芒，这次必须斩草除根。摸上去后，一只猎犬突然警惕地大叫起来。见此，我果断释放出刚刚解锁的精神威压，那5只狗瞬间被震晕过去。看见我庞大的身躯，本就恐惧的10个人全都双手捂耳，发出痛苦的哀嚎。我也没想到精神威压的效果如此强大。强控住他们后，我给每人都注入毒液，又一个一个缠紧他们的身体，直到听见骨骼碎裂的声音才罢休。我又检查了每个人携带的物品，确认没有摄像头、记录仪之类的东西。翻来覆去，只找到些食物和药品，我自己用不上，想送给小芳也没少拿。5只狗我没浪费，全部吞下。但人类我终究还是下不去嘴，再次返回野外蹲守，直到半夜，雷达中突然出现一个格外明亮的蓝色光点。我拉近雷达进行3维侦查，这头野猪王体型竟和我差不多庞大，显然也是野兽巅峰的境界。野猪皮糙肉厚，我没打算正面硬刚，我盘踞在树上等它慢慢走近。距离拉近后，我一口浓痰精准吐在它眼睛上，腐蚀带来的剧痛让野猪王瞬间暴怒，但15倍的恐怖毒性很快生效，仅10来分钟，这头霸主便一命呜呼。回到小芳家，我告知野猪的位置，小芳爸爸立刻叫上几个乡亲去搬运。由于我肚子里还有存货，只要了1半的野猪肉，另一半让他们自行分配。此刻我正百无聊赖地陪小芳看电视，一则新闻插播进来。本台最新消息，近日在南海海底发现一具超级生物骨架，身高约10米，无头，长有4只手臂，胸部插着一把材质不明的巨剑。看着新闻，我反倒松了口气，这种全球性的神秘事件频发，无形中为我这样的存在提供了最好的保护色。时间又过去半个月，我本想去深山寻找突破契机，却被小芳家人极力挽留，尤其是他父亲阿贵，几乎每天都送来不少鸡鸭鱼肉。而这半个月里，异兽袭击人类的事件越来越多，连我所在的村庄一些家禽也出现了攻击人的现象。一时之间，全球都陷入了某种恐慌。同时，我也感觉到空气中那股狂暴的灵气越来越浓，让我浑身不适。而阿贵父子自从吃了野猪肉后，却反馈说感觉身体正在被一股温和的力量强化。就在这时，大地猛地一阵剧烈晃动，意识到不妙，我立刻通过精神联系招呼几人逃离房子。我们刚撤到空地，身后的房子便轰然倒塌，化为一片废墟。我提醒小芳赶紧找个高处避险。地震之后，山林中无数野兽惊恐出逃，他们冲入人类区域，互相厮杀，袭击行人。此时系统突然提示警告，周围灵气浓度正在急速回升，紊乱中蕴含契机，宿主即将满足突破条件。我意外救下小芳一家的性命，爷孙几人当即就要下跪感谢。爷爷甚至想让小芳认我做师傅。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明白他们的心思。如今乱世已现，全球灾变，若有我的庇护，他们一家能安全许多。而我拥有系统，变强只是时间问题。想要组建自己的势力，也确实需要一位人类代言人。想到此，我便应下了这师徒名分。既然成了人家师傅，总得有拜师礼。眼下虽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但这场灾难过后，生存物资才是第一位的。安顿好他们后，我决定先去猎杀些猎物回来。行走在山林中，我突然闻到一股极其诱人的异香，那种吸引力比血灵果还要强烈数倍。受这香味吸引的不止我，但其他野兽好像都丧失了神智，眼神呆滞地向前走着。随着越来越接近香园，我体内有股力量也在躁动不安。丁，检测到宿主受制幻灵果香味影响，有极高风险迷失，陷入幻境，是否消耗100点能量值，驱散幻觉，效果持续10小时。我想也没想立刻确认，趁着清醒，我沿途吞下了不少陷入幻境的野兽，直到饱食度达到100才停下吞噬。而此时我也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山谷，谷中一棵奇异的树上结着一枚鲜艳欲滴的果实，正散发着那诡异的异香。香味吸引来的野兽靠近后，便会变成它的护卫，而那些稍强些的野兽，则往往在靠近时就被无数护卫撕碎，化作大地的养料。我立刻扫描这棵鬼树，幻灵木，每100年成长1寸，只生长于灵气极度充裕之地，1000年分叉，3000年结果。结果后需大量生命养分催熟，成熟后异香自散，被控制的生物将恢复神智，并大概率开启
起灵智，果实3日内未被摘下则会枯萎。反哺树木本身，致幻灵果，使用后精神力暴增，并可释放精神幻境，使精神力低于自身的目标，陷入幻境。每生灵仅可服用3枚，首枚效果最佳。看着介绍我暗暗心惊，如果不是系统的存在，恐怕刚才的自己也会像前面那些厮杀的野兽一样，成为陷入幻境中的一员。最终的结局免不了化为这幻灵木下的骸骨。可现在呢，老天爷都在帮助自己，这玩意除了会散发诱人的香味诱捕猎物来催熟果实外，居然没有别的保护手段。而这个香味现在对自己来说是无效的，自己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果实成熟的那一刻。不过这里的被吸引来的生物不仅有蚂蚁、蜘蛛、蜈蚣这些小虫子，也有野猪、黑熊、狼群这样的猛兽。虽然此刻它们都在幻境之中没有苏醒，可一旦那只幻灵果彻底成熟，那么幸存的这些家伙绝对会来上一场生死搏杀。毕竟面对这么一个好东西，但凡有点智力的生物都知道，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节点，拼死一战也不会放过。所以虽然自己现在已经是10级野兽了，在个体上不惧怕在场的任何生物，可如果一旦被围殴的话，结果究竟会如何？成龙自己也不好多做结论。不过成龙忽然意识到一个事情，似乎是被自己刚才忽略的一句话：幻灵木生长在灵气充裕之地。要知道，这外界的灵气复苏也不过没多少，而且没有彻底的复苏。就算是今天的大地震，地底源源不断的溢出一些灵气，暂时来说也还没达到灵气充裕之标准。而这里居然提示了这么一句话，难道这片山谷原本不在这望云山中，而是因为今天的大地震才出现的？成龙猛地吸了口气，果然感受到那股奇异的能量，比起在小方家感受到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如果说那里是稀薄如水，那这里就是浓稠四周。丁，外界灵气标准达标，宿主可以寻找一处安全地带进行突破。就在成龙意识到这个事情时，虚拟面板自动浮现，上面出现了这么一个提示。果然如此，成龙看着境界野兽后括号中的那可突破3个字，不由得点了点头。尤其是后面的备注提示，本次突破需1小时左右，会吸取方圆5公里内的大量灵气，形成灵气风暴，洗涤宿主肉身。突破进行时，宿主将没有任何自保能力，不得中断，不得被打搅，否则会功亏一篑。所以最好寻找一安全地带，得力护卫，为突破保驾护航。这条件还真是苛刻啊！成龙不由得感叹道：果然，想要迈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过这只幻灵果也不知道多久成熟，突破的话先放一边，把这3个果子弄到手再说。成龙想了想，心中已经有了想法。突破这个事情可以先放，反正不急。可万一面前这宝物到时候被抢了，那简直就是到嘴的鸭子都废了。等吧，看着前方那些舍生忘死的家伙疯狂地扑上幻灵木，成龙内心没有任何一丝波澜。丛林法则就是这样，弱肉强食而已。就在成龙等待着致幻灵果成熟之际，成龙身后大约2-3公里地外的林地中，一个孔武有力的魁梧大汉正拨开灌木丛，朝着山谷的方向而来。大汉穿着一件短袖 T 恤，在这寒冬腊月里，丝毫没有感受到冷意感，甚至全身还微微的冒着热气，手臂上根根青筋暴起，背上背着一把长刀。师傅也真是的，这荒山野岭中哪来的宝物啊？我都在这一片寻找了2-3天了，一点影子都没有，还差点被地震活埋了。大汉拨开面前的树枝，停住了脚步，四处张望了一番，却忽然感觉到一股奇异的香味扑面而来，好诡异的香味，自己都差一点着了道了。一阵恍惚后，大汉挂在脖颈上的一块翡翠玉佩忽然散发出点点绿光，接着他就恢复了神智。这宝贝，果然那臭老头没有骗我，是个宝贝啊！一把摘下胸口的翡翠，放到了眼前看了看，大汉的脸上露出一丝肉痛之色，因为原本完好无损的翡翠玉佩上，却多出了一条裂缝，绵延了1/3的区域。小子，你这次可赚大发了！这玩意虽然是一件仿品，而且是最低级的残次品，可对于你来说，在某些关键的时刻能够救命。记得自己从潘家园的古玩市场花了10万大洋买下这块翡翠后，在身边的老头子可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说道：当时的自己还不解其意，只是感觉这块翡翠看得顺眼，有种忍不住接近他，心旷神怡的感觉，却也没把老头子的话当一回事。现在看来，老头子平日里神神叨叨的，却还是有几分先见之明的。或许这香味的来源就有宝物。大汉想了想，却有些迟疑了。隔着这么远闻了下一箱，自己都差点着了道。如果还继续前行的话，这翡翠玉佩还能使用自行发出神秘力量几次？罢了，既然老头子都叫我早点来这望云山脉寻找宝贝，那么肯定有他的深意。如今宝贝也有了来源，自己何必畏首畏尾的思前想后？大汉神色间露出一股坚定之色，接着迈开腿，朝着前方香味的来源就是走去。一阵微风吹过，天色已经傍晚时分。成龙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那3颗致幻灵果，不敢分神太多。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天色也就完全变暗了。可让人惊奇的却是，那3颗致幻灵果在夜色中却散发着阵阵血红色的亮光，且越来越亮，这是要成熟了。成龙眼见那果子的颜色越来越亮，散发的香味也越来越浓，于是快速地朝着目标奔去。此刻前方活着的野兽毒虫们已经10不存1，而且个个伤势严重，浑身没有一块好皮肉，尸体堆积如山，地上鲜血成河，空气中那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在诉说着此地战斗的惨状。以自己现在的实力，面对这些精疲力竭的家伙们，几乎可以横扫了。哟，果然有宝物啊！就在成龙冲刺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成龙的身子一顿，立马警觉地停了下来。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他不得不改变计划。刚才自己一直把视力专注在这只幻灵果之上，却没有去打开天眼地图侦查周围的环境，还是自己粗心大意了。不过成龙也似乎看出了眼前这个男子每一步的前行都有些微微的吃力，而且其胸口还佩戴着一枚翡翠玉佩，不时地散发出一阵微弱的绿光。而且这家伙这么冷的天，居然上半身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衣，手臂上的肌肉条条青筋暴起，一看就是个练家子。只不过不知道具体实力如何。火眼金睛，消耗了一点能量值，成龙直接把目光看向了身后100米开外的壮汉。种族人类，境界野兽10级，极限力量100，极限身法85，极限体魄88，极限护甲70，极限耐力57，极限念力45封顶。技能灵猴拳，我靠，这家伙的属性也不错啊，力量居然达到100点了，而且身法与体魄也在85点以上，这算是自己重生以来见过的人类中最强的存在了。成龙暗暗吃惊，果然是个练家子。灵猴拳，一听这名字就是人类中修习武术的存在。不过这种数值，以自己现在10级巅峰的实力，不说碾压对方，可想要打败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在成龙回首观察眼前的壮汉之
之时，壮汉也发现了眼前的成龙。我靠，好大的眼镜王蛇啊！这是要成精了吗？壮汉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而且他在成龙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致命的危机感。这家伙绝对是异兽，果然灵气复苏之下，各种野兽都发生了变异。壮汉小心翼翼地戒备着。原本他这一路走来，如果不是有胸口的翡翠玉佩发出神秘的力量，让他不至于陷在幻觉里，却也非常的艰难。每一步的跨出都是举步维艰，甚至好几次他都有种想要放弃继续寻宝的念头。不过最终还是在有宝贝这3个字的念头支撑下，才走到了这里。不行，这宝贝是我的，谁也别想和我抢！壮汉目光如注，不由得握紧了拳头，嘴里喃喃自语道：“不就是一条大蛇吗？怕个球！大不了老子宰了这畜生。”虽然他不知道前面那散发着红光的3个果实究竟是什么东西，可能够让这么多毒虫猛兽展开厮杀的，又岂会是凡物？富贵险中求，老头子经常和自己说，武道之路不仅仅需要自身勤学苦练，外加天赋悟性，更多的需要机缘。每一个旷世强者，基本也是天命之子，被上天眷顾的人。所以今天这份机缘就摆在自己面前，而放弃了的话，今后将会抱憾终身。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壮汉坚定不移地跨出了自己的脚步。成龙原本就不想节外生枝，却没想到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麻蛋，看样子先要把这家伙先解决了再说。在壮汉跨出那一步的时候，成龙也动了，身影猛地一晃，化为一道残影，空气中传来一阵破空之声，数百米的距离，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就猛地接近。我靠，好快的速度！当成龙的身形如闪电般进行冲刺时，壮汉尽管惊讶，却没有惊慌，身影一侧，跨出的前脚立马改为右转，整个身影也如同一道旋风一般，立马一个翻滚，想要躲避来自成龙的袭击，反应速度倒是不错，不过嘛，还是慢了点。成龙眼见对方想要位移，闪避开自己的冲刺，却也没有多做什么动作，而是脑袋抬起，微微一侧，接着一道毒液猛地喷射而出。而与此同时，那刚好在翻滚中站起身子的壮汉猛然发现对方居然朝着自己喷射出毒液，不由微微一惊。毒液覆盖的面积刚好是在他穿着短袖衬衣的上半身处，这种大部分胸口、手臂露在外面的风格，刚好给了成龙喷射的毒液机会。壮汉想要躲开成龙的这一波攻击，却发现留给自己撤退的空间已然不多，而且刚刚的极限躲闪也耗费了不少的体能，一时间想要继续下一次的极限动作，在恢复上还需要一点时间。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大的一条眼镜王蛇喷射的毒液，壮汉可不想马虎。这种蛇的毒性，他可是亲眼见过的，那还只是一条4米左右的眼镜王蛇，而眼前的这大家伙，无论在体型还是长度上，都碾压那4米左右的存在。鬼知道它的毒性有多强。一时间，壮汉的身子敏捷地侧转后倾，想要躲开成龙喷出的毒液。可是这乃是成龙他精心预判过的，又岂是那么好躲避的？最终还是有一大半毒液在壮汉躲闪不及的情况下，落在了他的胸口和脖颈处。带着强烈腐蚀性的毒液在落到壮汉的身体上后，就快速消融起他的皮肤，渗入他的体内。壮汉第一时间就发出惊恐的叫声，同时脚步不由自主的接连2、3退却了几步。不过其身影在后撤中却已经出现了不自然的停顿，显然毒素中的麻痹效果已经在起作用了。成龙为了保险起见，身影再次一晃，在那壮汉的惊恐目光下，朝着其直奔而去。壮汉想要挣扎，一拳挥出，却发现整个身体突然间已经不听使唤，挥出去的拳头也绵软无力，像个撒娇的娘们一般，根本就没有一点力量。趁你病要你命，成龙可不会放过这绝佳的机会。眼见那3颗果实发出的光亮越来越亮，成龙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这里必须速战速决。一个死亡缠绕迅速的圈住了壮汉的身子。壮汉原本想要挣扎，却发现整个身体在短时间里已经出现了僵硬的情况。麻蛋，没想到今天爷爷我居然栽在了这里。壮汉的目光中出现一阵懊悔与遗憾。按照老头子的说法，自己也算是百年难遇的一个武学奇才，如果不是中途陨落，那么将来必有一番较大的成就。可是现在自己就要死了，今后的风云变幻和自己再也没有关系。成龙越箍越紧，如果自己刚才不是利用对方猝不及防的心理来上一道毒液喷射，说不定2人现在还在缠斗之中。时间一点点过去，被紧箍在中间的壮汉已经没有了生机，2只眼睛张得老大，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兄弟，别怪我，下辈子脑瓜子放聪明点啊！成龙缓缓地松开了身体，说实在的，如果这家伙当时就在这里转身离开，自己说不定会放他一马。这里的战斗看似过了很久，其实也就1、2分钟的时间而已。就在成龙彻底放开壮汉的尸体时，那股香味突然间就消失了。成龙立马朝着幻灵木下的空地而去，因为他发现剩存的那些野兽都在茫然地看着四周，想要知道在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给了成龙反应的时间。此刻他所在的位置到幻灵木大概有1里路，刚才自己用了极限冲刺，可100点体魄的高速运转下，他的身体机能在快速的补充气力。冲！成龙深吸了口气，再次发动极限冲刺。自己只有在前头快速的攀咬到3颗致幻灵果，在这些家伙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把他们吞噬下去。那么哪怕等这些剩存的家伙反应过来时，一切都已成定局。就在成龙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穿梭在这里时，剩存的野兽中，一只野猪与大黑熊也反应了过来，而且他们俩的位置是离幻灵木最近的。不好！成龙看到那2个家伙奔着致幻灵果而去时，不由暗暗的惊讶于他们的反应能力。毕竟其他的剩存野兽大多数可还是一脸的懵逼状态，短时间没有反应过这里面的奥妙。快一点！成龙的身影达到了极致，在空气中留下一道道残影，破空之声像爆竹一般不绝于耳。近了，近了！那2个家伙不由得回首一望，毕竟身后的这巨大声响已经本能的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就这么一回首停顿之下，立马给了成龙机会，火力全开之下，一时间成龙就把他们甩到了后面。那大野猪和大黑熊的眼睛里不由得出现了一丝惊恐之色，因为他们都没看到对方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已经远远的落后。不过他们俩却没有准备放弃，反而继续冲刺。尽管希望渺茫，可面对如此宝物，不搏一搏怎能甘心？成龙当然顾不上他们俩的想法，很快就到了树下，3颗致幻灵果在他的血盆大口下
毫不犹豫的就吞食了下去。丁，宿主吞噬致幻灵果，获得新技能精神幻境。只要精神力不如宿主的存在与宿主进行对视，有10%的几率陷入精神幻觉中。陷入精神状态下的目标可根据宿主的主观意志被赋予一个美梦或者噩梦，使其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宿主可引导目标进行一系列动作，包括自残。施展精神幻境时，宿主无法进行别的操作，否则视为中断。对方精神力越高，宿主消耗的精神力则越多。施展精神幻境后，宿主在短时间内会陷入精神内耗，每维持1分钟，最少消耗10点精神力。精神力越高，精神内耗损耗越低，恢复越快。听到系统的提示，成龙不由得吐了吐舌信，自己又多了一个新的保命技能，而且还如此的强力，非常的恐怖啊！自己这个新技能用得好，几乎能够逆风翻盘。眼见树上的那3颗神秘的果实被眼前的巨蟒给吞噬，那大野猪和大黑熊纷纷发出了怒吼，他们非常的气愤于成龙这种非常自私的行为，一点希望都不留给他们，简直是不把他们2个放在眼里。而随着他们俩发出的怒吼，其余生存的动物也终于在此刻彻底清醒过来。不过此刻的他们几乎已经满身伤痕，处于精疲力尽的状态，想要参与接下来的战斗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可能。不说此刻的他们状态不是很成熟，哪怕全盛时期，除了少数几个幸存者，其他的都只能躲得远远的。而那大野猪和大黑熊也不过强撑着，硬挺着一口气在胸口。他们除了最早清醒外，身体状况和别的幸存者没有两样，尤其是从眼前这大黑蛇刚才那堪比闪电的速度划过他们的眼睛，这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了他们，就凭他们2个，想要从对方嘴里夺走那3颗灵果，已经是痴人说梦。见到没有后援力量，他们也开始踌躇不前，只能发出无力的咆哮声，发泄着心中的怒火。成龙眯着眼看着面前这哼哈二将一唱一和的打着配合，朝着自己无能的狂怒，不由得觉得非常的搞笑。要不是自己刚才已经吃饱喝足了，非得把他们俩当点心吃了不可。回过头猛地看向那2者的目光，正好可以拿他们做点实验，验证下自己这个新技能的效果。见到大黑蛇把目光看向自己这边，那大野猪和大黑熊不由得打了个激灵，立马停止了自己的作死行为。外强中干的他们此刻根本没有一战之力，只是在装腔作势罢了，顺便发泄下心中的恐慌与不满，小心翼翼地盯着对方的动向，一点也不敢松懈，甚至已经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在场的幸存者还有大大小小的数十只，这大黑蛇总不可能老是盯着他们俩不放吧？对于自己智力提升的这件事，此刻的他们已经没有心情去仔细的研究来龙去脉了，而这种小心翼翼的紧盯，正好给了成龙可乘之机。在目光汇聚的那一刻，一股强大的精神波附加着精神幻境，直接透过他们的眼睛，顺势进入了大脑中。一瞬间，大黑熊和大野猪顿时又和中了那一箱时的情景一模一样，直接变成了2具肉身傀儡，目光呆滞。成功了，虽然只有10%的几率，却没想到居然一次性成功了。不错，成龙觉得有些意外，却又有些惊喜。杀了他！在得到成龙的指令后，2个大家伙在众目睽睽之下，忽然开始了自相残杀。一时间，吓得那些不明所以的吃瓜野兽纷纷退让开，逃离了这一片区域。他们俩的战斗也引起了连锁反应。原本迎来短暂平静的山谷里，幸存者中的猎食者纷纷朝着最近的猎物露出了獠牙。可是无论他们如何追赶奔逃，却没有任何一个敢靠近成龙所在的区域。不仅仅因为其庞大的体格告诉着那些捕食者，这大黑蛇不好惹，更重要的是，大黑熊和大野猪这2个正在厮杀的前车之鉴还摆在现在，述说着其不仅不好惹，而且邪门啊！趋利避害的本能直觉纷纷让他们远离这一片区域。不错不错，效果嘎嘎的。看着2个不要命一般正在厮杀的大家伙，成龙很是满意。初次效果已经很显著了，就没必要再浪费精神力消耗在这2个蠢货的身上。在放开精神力的那一刻，2个大家伙立马瘫软在地上，气喘吁吁之下，恢复了神智的他们目光中带着极度的恐慌。成龙刚才没有屏蔽他们对外界的感知，也没有为他们编织梦境，只是压制住其精神力后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引导。这一举动，这才是让他们如坠冰窟的根源所在。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后，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躯在别人的操控下展开悍不畏死激战，这种非人的感受终身难忘。成龙没有理会这2个家伙内心的想法，也不可能去理会。他想到了那个死去的壮汉胸口的那个玉佩，拥有神秘力量的翡翠玉佩刚才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只不过为了抢夺3颗致幻灵果，不得不先放弃它。而今灵果被自己吞服了，那神秘的翡翠玉佩刚好可以作为给丫头小芳的拜师礼，说不定以后在某个时候就能帮助到她。朝着那倒在地上的壮汉尸体游走过去，正好经过2个大家伙的身边，吓得他们一个激灵，还以为成龙是要来解决掉他们，没想到成龙连看他们一眼的意思都没有，就这么慢悠悠的游走了过去，顿时让2者松了一口气。尤其是那大黑熊，眼睛里忽然出现一丝奇异的神色，似乎想到了什么，做出了某个决定一样，深深的吸了口气，想要站起来，却发现自己全身却酥软无力，根本无力支撑。1次2次3次4次，大黑熊勉力支撑起身子，又重重的摔在了地上，直到第6次才艰难的稳住了酸软无力的脚。大野猪也摇摇晃晃的站起了身子，面带惊恐的看了眼前方的成龙，微微的恢复了一点体力后，就小心翼翼的挨着山崖避开成龙，然后撒腿就跑。而此时的成龙正利用火眼金睛查看着关于这个翡翠玉佩的信息。清灵佩，残次仿品，一次性消耗品，可以自行清除低级不受控的精神攻击，恢复佩戴者灵智不受干扰。每护主1次，就会在玉佩上出现一道裂缝，同时颜色也会变淡些许。当裂缝遍布玉佩全身，颜色呈白色，也就成了一块普通的白玉。成龙看着虚空中关于这清灵佩的介绍，不由得微微一愣，这玩意对自己是没有丝毫用处的，而且比较鸡肋。或许给小芳那丫头还真能物尽其用，哪怕就是做个装饰品，也算是一件不错的首饰。一口叼住玉佩，把它从那壮汉的脖子上抢下来，咬在嘴里，正准备离去。毕竟都出来1个下午了，原本是想着给阿贵父子捕捉点猎物回去作为充饥之用，现在看来已经无法做到了，而且收徒里也有了，捕猎的事情以后再说。就在成龙准备离去时，那大黑熊猛地窜到了他前方，扑通一声，四肢弯曲，肚皮着地，匍匐在了成龙面前。这大黑熊这一举动，直接让他有些蒙圈了。这个家伙想干嘛？难道不怕死吗？成龙目光中带着些许疑惑地看着眼前这只匍匐在自己跟前的大黑熊，不由得微微愣住，不由得抬起舌头，从上到下的俯视起面前这个大家伙。说实在的，说他是大黑熊也不算错，至少在刚才的这一堆毒虫猛兽中，他的体格不说是最大的，也算是
是较大的那种。使用了火眼金睛观测了下这家伙的数据：种族黑熊，境界野兽10级，体长2.0米，肩高1.3米，体重250 kg，极限力量100，极限身法30，极限体魄88，极限护甲75，极限耐力60，极限念力35，技能铁齿铜牙，钢化熊爪。哟，这家伙的属性也算不赖嘛，除了身法上差了点，其余的都达到了60以上，且力量都达到了100点了。成龙也没想到，这个刚才看似被自己简简单单就操控了的大笨熊，居然和自己一样，都是野兽10级的存在。虽然只有一个属性栏达到了100点，但是成龙是知道的，身上这系统对自己的要求与别人的检测数据是不一样的。这家伙的属性看似和自己相差甚远，可在这片森林中，那也是属于霸主级的存在。这家伙究竟想干嘛？不像那大野猪一般的赶紧开溜，拦在自己身前有几个意思？成龙左思右想，也一时间没搞懂这大黑熊有几个意思。可他却从来没去想过，对方是要臣服于自己。那大黑熊见到成龙抬起脑袋，身子不由自主的想要往后撤退，却似乎又想到了什么，死死的把自己钉在了地上，脑袋更加贴近地面，浑身颤动着，嘴里发出呜呜的低吼。成龙到了此刻终于反应了过来，这家伙显然是要臣服于自己，不由得心中一乐。哎呀，本大爷也算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了，不应该说是一条有蛇格魅力的蛇。王霸之气侧漏啊，居然有小迷弟亲自匍匐到自己身前，想要追随自己，还真是让人感到意外啊。面对面前这个大个子黑憨憨，成龙自然决定收下他。这种有免费做打手和小跟班的小伙伴，不收白不收啊。不过该怎么和这家伙进行沟通呢？成龙突然意识到一个新的问题，自己除了和小芳那丫头建立了精神联系，暂时还没有主动和其他生物再次建立过相似的沟通方式，而且那一次还是小芳那丫头自己主动的，鬼使神差之下才让两人签订了精神契约。而如今自己可是一头的雾水，对于这种新颖的方式，那是完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宛如一张白纸。也罢，白纸就白纸，正好给了自己免费实验的机会。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方法总是试出来的。成龙看着大黑熊，心中不由一乐，这里不就有个免费给自己做实验的小白鼠吗？而且还是免费的，不用白不用。那大黑熊偷偷的迷了眼成龙，原本就视力不行的他只是模糊的感知到对方正在观察自己，没有多余的动作，于是屁股撅得老高，脑袋埋得更低。既然决定了抱大腿，那么就要有个抱大腿的样子。在他的认知中，对方是碾压自己的存在，如果想要杀了自己，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何况想要复仇的话，光靠他一个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如今面对这么强悍的一个存在，只要自己做了其小弟，那么灭杀那几个家伙也是多了更多的把握。丁，检测到有生物主动臣服于宿主，是否收为仆从？接收其认主，宿主将会获得100点念力值增长，以及获得仆从自身部分反馈的能力。同时新增灵魂印记技能。灵魂印记不管是主动臣服还是被动臣服于宿主的生物，宿主可在其灵魂深处留下灵魂印记，使其终生不可背叛宿主。目标精神念力越高，越难以种下灵魂印记，除非其主动放开精神，否则可能会念力反噬。想要消除灵魂印记，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宿主主动解除，否则别无他法。被留下灵魂印记的仆从，除了会永久忠诚于宿主外，与平时状态并无两样，且靠近宿主精神念力范围内会自动分享到宿主一半的属性光环，帮助其成长，提高战力。灵魂印记第一次施展绑定要求为念力属性100点，第二个则需1000点，第三个为10000点，以此类推。每个灵魂印记异常珍贵，请宿主酌情慎用。当前灵魂印记处于第一层，更多的功能与左右可消耗进化点提升技能等级进行解锁。就在成龙准备摸索下怎么去和这大笨熊进行沟通时，脑海里传来系统的机械声，接着眼前的虚空中就浮现出了这些字幕。他咂了咂嘴巴，短短的半天功夫不到，自己又多了2个新的技能，这运气也是好到爆棚了吧？一个精神幻境可以操控对方，让其迷失在自己布下的幻境中，甚至能使得其制裁，这已经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了。而现在居然又多了一个灵魂印记，这种霸道的奴役技能，直接就是奴役对方的灵魂，一念决其生死，可以说已经是强的没边了。收为仆从，成龙没有多做犹豫，而是立马就回应系统说道。说白了，这大笨熊算起来还是自己的贵人，要不是他主动臣服于自己，怎么会获得如此强力变态的技能？所以不仅要成全对方这份心思，今后作为自己的第一小弟，在一些地方也必须好好的照顾对方。做人要有感恩之心，做一条蛇更加要如此，有恩必还，有仇必报，恩怨分明。就在成龙下达指令之时，一股神秘的力量分别融入了他和大黑熊的脑海里，双方都感觉自己脑袋中多出了某些东西。老大，过了一小会，一个憨憨的声音在成龙的脑海中响起。成龙有了和小芳交流的情况，也不算太惊讶，而是点了点头，回应道：既然你是主动臣服于我的，从今往后你就叫熊大吧。是，从今往后我就是熊大，您就是我的老大了。憨憨的熊大立马回应道。双方其实都差不多把系统输入他们脑海里的东西在刚才慢慢的消化了下，这才没有了交流障碍。这些都是双方的一些基础情况，有了灵魂印记的存在，也不会担心这家伙背叛自己，被其知道一些秘密也就无所谓了。放心吧，你的仇我一定帮你报。起来吧。成龙给了熊大这个承诺，瞬间让他那浑浊的双眼中充满了光亮。刚才自己也不过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想到不仅被老大认可了，而且是如此前途变态的大腿，怎么不让他兴奋？臣服于强者不丢人，熊大不认为自己拜错了山头，从今往后跟着老大混，一天饱3顿，美滋滋的。丁，宿主收服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灵魂仆从，获得念力值100点，获得新技能灵魂印记，获得技能力大无穷，消耗能量1000点可使用，使用后增加2倍力量属性，持续10分钟。就在成龙和熊大进行沟通时，系统的提示声再次在脑海中响起，警告：宿主属性突破当前最大限度，即将突破，请于半小时内找到合适的地点
进行突破，否则肉身无法承受当前属性值界限而发生爆体危机。警告：宿主属性突破当前最大限度，即将突破，请于半小时内找到合适的地点进行突破，否则肉身无法承受当前属性值界限而发生爆体危机。警告：宿主属性突破当前最大限度，即将突破，请于半小时内找到合适的地点进行突破，否则肉身无法承受当前属性值界限而发生爆体危机。成龙迎来了系统第一次如此紧张的催促，不由得心中一惊，自己这次收获太大发了，属性超出了自身目前所处境界的极限，使得系统不得不提示自己赶紧进行晋级，先找个安全点的洞窟吧。正好有了熊大这个家伙，也能在自己晋级之时好好的护法。成龙立马打开天眼地图，观望起四周的环境起来。时间已经不足30分钟，一点点的过去，必须争分夺秒。自己现在的体型已经非常大了，想要找个合适的地方给自己闭关晋级还真不容易。不过很快，1公里外一处山坡下2块紧密挨在一起的丈高大青石引起了成龙的注意，因为在天眼地图里显示，在这2块大青石之下刚好有一个洞窟，虽然不算太深，可作为晋级的闭关之所还是不错的，且位置也非常隐蔽，只有一条路通向那里，到时候熊大守护好门口就行，非常适合目前的自己。招呼好熊大，一路就朝着目的地一路狂奔。熊大此刻也是无比愉悦，他发现自己认主老大后，自己的实力就在一瞬间翻了个个，实力暴增，充满了力量，且越靠近老大，这种力量的来源就越充实，非常的神奇。尽管他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可这种有极大好处的事情，何必去寻根究底？况且以他目前的智力，肯定也无法想明白这一切，所以就干脆不想了，跟着老大混就完事了。很快，成龙带着熊大来到那大青石边，在得到命令后，熊大非常狗腿子的说道：“老大，你就放心进去吧，有任何家伙敢前来阻挠，先把我弄死了再说。”成龙点了点头，进入了漆黑的山洞。不过有着夜视眼在这山洞里倒没有其他影响，这里没有能够威胁到他的生物，放心大胆的晋级就可。系统开始突破，静静的趴在地上，成龙一声令下，就立马再次陷入了那种血肉重组的撕裂感中。接着就感应到周围一股微风席卷开来，化成一个漩涡，聚集在他卷缩在一起的身体之上。一股略为熟悉的东西从四周不断被吸引过来，不断的融入他被撕扯的身子中，被分散在体内各个角落，修补着、强化着他的肉身。这就是灵气吗？好精纯啊！尽管已经多次承受了来自晋级的痛疼，可这种跨越大境界、打破生命层次的晋升行为，其中的风险和收获往往是成正比的。这才是真的鬼门关，跨过者鲤鱼跃龙门，一飞冲天；没有跨过者，只能化为冢中枯骨，最终泥土一杯，烟消云散。不过，尽管痛苦翻了不止1倍，可这次有了源源不断的灵气补充，一股清凉之意一点点的滋补着，还在成龙能够承受的极限范围中。时间一点点过去，这边的动静自然也引起了被汲取了灵气的这5公里内其他野兽毒虫们的注意。一些灵智未开的倒没有多大的影响，依然该吃吃该睡睡，而那些早在灵气复苏这段时间里觉醒了些许灵智的家伙，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不简单，于是乎开始朝着爆发的中心点一路狂奔而来。不过很幸运的事情是，大多数的毒虫猛兽在幻灵木的引诱下，基本已经折在了那个山谷中，剩余的也是最外围的一些幸运儿，因此数目不是太多，距离稍微离得远点，一时半会也寻不到这个位置。熊大在得到成龙的吩咐后，就恪尽职守的蹲守在洞口，寸步不离。这可是老大交给自己的第一个任务，绝不能办砸了，宁愿自己战死，也要守护好老大的安全。看似无聊般的趴在那没有动弹，可一双耳朵却竖得笔直，仔细聆听着周围的动静，鼻子也不时的嗅一嗅，非常的警觉。时间一点点的过去，10几分钟过去后，一群野狼出现在洞穴外不远处，他们是新游走到附近不久的一个狼家族，刚好避开了那幻灵木的一项吸引。成龙这次突破的动静太大了，对于他们这种已经处于异变状态的野兽来说，这种灵力聚集之所是非常有吸引能力的。不过吸引归吸引，他们可不傻，只是隔着几百米远的距离小心的关注着这边的动静。不管是洞口的那只大黑熊，还是洞中那散发出无形威压的存在，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这里将有野兽之王要诞生了。如果成功了，这片森林将迎来他们的新主人；可对方一旦失败，这种存在的肉身将会是他们晋级的最佳补药。所以耐心等待，等待事情的结果出现。作为优秀的猎手家族，他们可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忍耐力，而和他们有着相同打算的，并不至于他们这一家。在洞外的山坡各处角落，三三两两的出现了不同的参与者：1米来长的黄鼠狼，4、5米的蛇，一大一小2条尾巴的狐狸。各种猎食者慑于成龙晋级带来的威压，虽然不敢靠近一步，却也没有一个离去的。熊大也自然注意到了远处那些躲在暗地里不好意的家伙们，原本想要去进行驱赶，不过想起老大的嘱咐，却又无奈的蹲守在原地不动。就先让你们这些家伙偷偷的看着吧，等老大出关了，我第一个收拾你们。熊大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狠色，在他此刻的心里，凡是敢对成龙不怀好意的存在，都该杀，一个也不能留。就在大家静静的等待着成龙这边的结果时，时间一点点的悄然流逝，一轮明月逐渐升起到半空，而2块巨石间，洞穴里的成龙也到了关键时刻。他此刻的思绪非常清醒，虽然无法控制身体的突破情况，全程都是系统在进行操控，对身体进行洗练，那种仿佛有万千把巨大的铁锤狠狠地砸在身上，淬炼着浑身筋骨，加上一柄柄钢刀，不停地割裂着每一寸血肉的剧痛，几乎比起之前那种跨越小阶级的痛苦还要强上10倍100倍。每一次剧痛之后，就会有灵气涌入，修补着那个位置，发出清凉的舒畅之意。这种冰火2重天的极限感觉，让成龙欲仙欲死，欲罢不能。不过成龙却发现自己的肉身在随着不断的强化下，变得越发的强大，而且来自精神上的忍耐力，在如此剧痛的摧残下，也越发的坚韧。终于，外界不再有灵气被吸引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重塑，他体内的那种剧痛也瞬间消失，留下的只有无力的疲惫感，以及来自精神上的那种突然的空虚。突然，成龙感觉到自己浑身的鳞甲瞬间全部打开，对着残留在洞窟里最后一股精纯的灵气猛地一吸，一股清凉之意瞬间扫空了他的无力和疲惫，让成龙顿时变得精神100倍，豪爽！这一吸几乎让他差点深入云端般。丁，恭喜宿主晋级成功，生命层次发生跃迁，第一次完美晋级，属性提升到当前等级巅峰，奖励 SSS2级血脉，血脉能提升宿主吸收天地灵气能量的速度与效率，获得512倍潜力提升，获得新技能燃烧血脉，当前等级1级，短时间获得2倍属性提升。
升。燃烧血脉之力需消耗500点能量值，维持时间为10分钟。燃烧血脉之力后会陷入虚弱无力状态，持续1小时。最高等级9级，获得512倍属性提升。系统已更新新的数据，请自行留意变化。就在成龙感觉身体飘飘欲仙，正闭眼享受着这难得的舒畅感时，被系统的提示声拉回了现实。成龙好奇地打开自己现在的面板，宿主成龙，种类蛇族，血脉 SSSR 512倍潜力提升，提高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与效率。境界兽兵级，等级1/36项基础属性全满可晋级下一级。体长15米，体重300 kg， 剩余兽元15年突破到兽将级可以增加兽元20年。极限力量199+201点属性增加1点攻击力。极限身法199+201点属性增加移速每秒米。极限体魄199+201点属性增加1点恢复力。极限护甲199+201点属性增加1点防御力。极限耐力199+201点属性等于1分钟持久输出。极限念力199+201点属性增加1点灵魂威压与10米距离。能量20点50点能量转化为1点进化点。每次大境界晋级后会有所变化，吞噬含有能量的物体获得，同时汲取灵气也能获取。进化点0点，饱食度100%，饱食度满后无法再获得食物能量。消化速度1500，吞噬猎物后8小时内清空其饱食度。技能毒液喷射4%，晋级下一级消耗400点进化点。毒素免疫1%，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进化点。火眼金睛1%，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进化点。天眼地图2%，晋级下一级消耗200点进化点。精神幻境1%，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进化点。灵魂印记1%，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进化点。燃烧血脉1/9，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进化点。力大无穷1%，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进化点。果然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仅自己的种族从眼镜王蛇变成了蛇族，而且还多出了血脉这个属性栏。更重要的是，消化速度也发生了变化，越发的强大。成龙喃喃地说道：“之前是10点能量值兑换1点进化点，现在倒好，50点能量值才能兑换1点，价格翻了5倍。虽然多了一个吸收灵气的手段，可这也太坑了吧！自己需要进化点的地方这么多，早知道就不这么先忙着晋级了，把那几个技能升级也好啊。”微微的郁闷了一小会，成龙不由得自我嘲讽道：“贪心不足蛇吞象，可以了，老大，你晋级成功了。”当成龙的大脑袋出现在熊大身边时，不由得让他微微一愣。如果不是灵魂绑定在一起，熊大差点就没认出这面前的老大怎么会突然大了不止1级。更重要的是，熊大也发现，似乎附加在自己身上的那股神秘力量更加强大了，这让他非常的欣喜若狂。老大越强大，那么自己的那个事情，不久的将来就会越发的办起来轻松些，压力骤降。而洞外不远处，那些虎视眈眈的家伙们，在灵气风暴消失的那一刻，感觉到一股比起刚才更强的威压从那洞窟中传来，大部分的不由得心生惬意，开始后撤，不想惹怒洞中的这个恐怖的存在。不过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虽然退后了一些，可却没有彻底离去，而是悄悄地隐藏在某个角落里，想要知道那大黑熊守护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真是应了那句话，好奇心会害死猫。熊大，去把那几个不知道死活的家伙给干掉，尸体拖回来。成龙眼中寒光一闪，虽然刚才晋级之时自己是无力动弹，无心他顾外界的情况，可其中的凶险有多残酷，成龙自己是深有体会的。要不是有熊大这个护卫在，如果被这些家伙闯进来，自己的下场那就是九死无生。所以既然都来了，那么不管你们是否带着什么样的心思，他不会去理会，留下小命才是硬道理。其余的到了地府和阎王爷去说吧。得到成龙指令的熊大立马来了精神，他刚才虽然全神贯注的在戒备外界，可由于挨得成龙晋级的灵气风暴最近，自然而然的跟着在一旁也沾了不少的福气，多多少少的一些灵气也被他吸进了身体里，增强了不少身体素质，此刻也几乎接近了野兽10级巅峰。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成龙这个老大大口吃肉，他这个小弟跟着喝点汤也很正常。加上成龙附加的属性光环，对付起那些还未进阶的野兽来，就是小菜一碟啊！熊大一声咆哮，立马顺着一旁的山道开始像疾风一样，朝着最近的那个狼群奔袭而去。而成龙缓缓地从洞里探出身子，抬头俯瞰着周边，那比起水桶都还要粗的身子，浑身如同钢铁般的鳞甲，在夜色的月光下，像一个无情的君王一般，冷冷地看着前方，一个不留。这就是成龙对熊大的命令，也是考验。当成龙带着熊大两个回到小芳一家子歇息处时，王贵父子经过半天的貌似抢救，从倒塌的房子里弄出了一些生活物资，在安全的位置搭建了一个临时简陋的营地，正考虑着以后该怎么办。爹，爷爷，师傅他回来了。围着火光而坐的父女3人正听着柴火燃烧的噼里啪啦作响，心中思绪万分时，原本百般无聊，脑袋搭在手掌上，静静地看着火光发呆的小芳立马站了起来，在黑夜里看向了山的那边，兴奋地说道：“程先生回来了。”王贵也猛地站起身，非常的激动，脚步不由得一偏，绊倒了放在一旁的一把斧子。斧刃在火光的照射下，上面露出一些干涸不久的鲜血。老汉也吃力地站起身子，满身疲惫的他眼里也多出了一丝金光，似乎看到了希望一般。当成龙的身形出现在3人面前时，再一次变大的样子几乎让他们差点误以为是别的巨兽，尤其是紧接着从身后出现的熊大，这种压迫感，王老头几乎一口气没喘上来。这王有为、王贵父子2个被吓得话都打哆嗦，原本带着希望的眼神再一次露出死灰。爹，爷爷，你们怕啥？这真是我师傅。小芳虽然惊讶于成龙的异变，却清晰地感受到面前这变大的巨蛇还是成龙。成龙也露出了一丝苦笑，自己最近的身形变化太大，短短的月余就已经从当初泡在酒缸里的一条小蛇变成了如此庞然大物，换作是自己也会害怕。经过短暂的安抚，尤其是小芳这丫头，已经和熊大这家伙渐渐熟套起来。成龙也了解到了自己进山之后，他们这里发生了什么。就在夜黑时分，王贵父子刚好搭建了临时营地，一群流浪狗和野猫不知从哪里窜出，突然发狂似的朝着他们发起了攻击。还好小芳母女3个被藏在了有几块木板搭建的小屋里，在王贵父子2人拼命的驱赶下，尤其是阿贵一斧子劈在了一只最强的大黑狗身上后，那些家伙才带着几分畏惧和不甘缓缓散去。尽管流浪猫狗是驱散了，可父子2人可不敢松气，而且他们也是精疲力尽了，虽然没有受到重伤，却也狼狈不已。尤其是老汉王有为身上更是被留下了几道抓痕，异变得真快啊！听
听到小芳的描述，成龙眯起了。这灵气彻底复苏后，不仅仅是自己，其余的生物也开始了规模化的变异。对了，师傅，我似乎能够用念力控物了。就在成龙思索着时，小芳停止了对熊大的袭扰，而是准备向成龙展示起自己的绝活来。是吗？成龙也微微有些惊讶，这丫头要真是在没有人指引的情况下能够自我摸索出念力控物这个技能，那也算得上是个天才了。那自己是真的捡到宝了。对啊，我刚才看爹和爷爷在外面和那些家伙搏斗，心里不由得急，不知道怎么的，周围的小石头和树枝就飞了起来，他们仿佛知道我的心思一样，对着那些可恶的家伙就是劈头盖脸的打了过去。爹爹还趁着那大黑狗发愣之际，一斧子劈在了他的狗头上。成龙眼睛一亮，自己这个徒弟收的确实是捡到宝了，今后将是自己的一大助力。从嘴里吐出那块翡翠玉佩，放到了小芳面前。师傅，这是个啥玩意啊？好漂亮！小芳的目光立马被这个婴儿巴掌大小的玉佩给吸引住了，一个能够给你防身用的小东西，护你平安的，把它戴在脖子上就是了。有了它，可以短暂的稳定你的灵智。谢谢师傅。听到成龙的话，小芳看了眼小木屋，随即心中有了主意，拿起翡翠玉佩，却没有马上戴上，而是收到了口袋里，然后钻进了那临时搭建的小木房中。这丫头还是挺有孝心的。成龙自然看到了她进去是干嘛的。由于其母白天经过地震仪式受到了惊吓，加上晚上流浪猫狗的夜袭，此刻已经昏昏沉沉，带着他小弟在里面迷迷糊糊的睡了。小芳一听这翡翠玉佩能够稳定灵智，不由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母亲，这才轻轻的把那玉佩放在了母亲和小弟的中间，希望能有所帮助。对于这一点，成龙非常的满意。一个人的心性远比一个人的天赋要重要得多，尤其是目前他这种以异兽身份收徒人类的行为，如果这丫头心性不纯，那么以后也就不值得自己重点培养。百善孝为先，对待其父母身边人如何，就能看出将来会如何对待他这个师傅。王贵父子也在处理熊大给他们叼回来的狼王尸首。时间一晃，很快来到了第二天。走吧，下山。在成龙的吩咐下，熊大驮着小芳姐弟两个，王贵搀扶着自家媳妇，老汉跟随着成龙，一行人慢悠悠地朝着山下的村庄而去。所有的道路基本上都处于崩裂的状态，到处都是山崩地裂后形成的裂隙。几人艰难地穿梭在满是泥泞的荒野上，甚至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鱼虾还在各个水坑中艰难地求生。当他们来到山腰下的村庄时，映入其眼前的是一片满目苍夷的残垣断壁，几乎没有人烟存在了。房屋倒塌，水漫金山般的直到膝盖处，偶尔有几具死尸漂浮其上，有人类的，也有家禽野兽的。好惨啊，没有活人了。成龙虽然早就在天眼地图里知道了这一幕，可亲眼看到时，还是心中微微的有些波澜。这个居民点是离王贵他家最近的，可在地震和湖水的冲击下，一下子就如纸张一般，被摧枯拉朽的一点也没有了。找找吧，看还有些什么可以用的东西。成龙率先朝着那些屋子里游荡了过去。既然决定扶持小芳一家子以后作为自己在人类中的代言人，那么现在在他们没有在这个末世下站稳脚跟的时候，先竭尽全力帮助其一家子安身立命后再说别的。就在王贵父子跟着进入这个居民区时，2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里，一个年近30的青年带着10来个人正在疯狂地奔跑着，在他们的身后，5、6只通红着眼的牛正埋头冲击，追赶着他们。而这样的情景在世界各地都同时上演着。半个月后，成龙的身子已经达到了20多米长，境界也在昨晚突破到了高级兽兵，腰身比起一般的水桶都要大，浑身的鳞甲更是比钢铁都要硬，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他的身边，熊大的个头也大了不少，最近伙食丰富，那些异变后的家禽被他猎杀了不少，加之灵气变得越发充足，他也跨入了兽兵级，成了初级兽兵，身高足足有1丈左右，肩高都不小于一个成人了，看上去十分威武强壮。他们两个此刻跟随着一个2、3千人多的队伍缓缓前进，这些人可全是小芳他们一家所在镇子里灾后幸存的居民，以及沿途汇入的其他村镇居民。这一次的大地震使得他们家园尽毁，亲人遇难，可谓损失惨重。更多的则是异变的家禽野兽不断的袭扰，这里已经不适合安居，只能进行搬家转移。外界的情况如何没有人知道，在残破的镇子里等待了1个多星期，也没有援军前来，留给这些人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自救。在几个威望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人游说之下，这些人扶老托幼，带着各种家伙事、大包小包的物资或挑或背或扛，宛如一群难民一般的进行迁徙。不准确的说，此刻的他们现在就是一群难民。他们的目标是100多公里外的县城，想要去那边进行求助。破败的道路上想开车是开不了的，徒步前行都有些牵强，因此队伍前进的速度特别的慢，一天最多前进10几公里。一些会自行车和摩托的微微的带着物资行李在前方打头阵，搜寻可用的物资，剩余的老幼慢慢的在队伍后面。没有人敢单独行动，离开大部队的下场，在这异兽突起的世界里，只有一个下场，因为那些不信邪的人用生命告诉了后来者所谓自由的代价。里面大多数都是一些妇女、儿童和老人，30、40岁的年轻壮汉没有多少，个个灰头土脸、没精打采的样子。一行人缓缓地行进在柏油路上，沿途也偶尔有幸运的家伙发现了这个大队伍，一路加入了进来，跟随着大部队进行迁徙。在队伍的四周，一些眼睛通红、毛发竖起的猫狗、猪牛等异变的家禽一直远远地跟着，出没于荒野林地之间，随时准备袭击下昔日的大地霸主，他们曾经的主人。这些家伙虽然现在算不上异兽，也没有成龙他这种正式步入异兽级的恐怖实力，可对于这些老幼病残的人类来说，时不时偷袭下还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往往成群结队，袭扰一番就走。历经10来天的异变，这些家伙里面已经出现了接近异变的头领，其智慧更是不比7、8岁的人类差。这一路上要不是有成龙与类似小芳这样的觉醒者存在，这个2、3千人的队伍恐怕完整活着的已经不足3成了。这种大灾变之下，不仅仅是其他物种出现了异变，人类之中也出现了罕见的觉醒者，他们也能吸收天地灵气淬炼身体，变得速度飞快，力大无穷，徒手举起一辆轿车而毫不费力。不过这种人非常的少，他们这个2、3千人的队伍中也不到20、30个，大多数是一些17、18岁的青少年，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建立了和灵气的沟通，经过洗礼强化后就异于常人了。前面有个村子，已经到下午了，我们先歇脚一番吧，大家都疲惫不堪了。王贵一家现在也算是这个人群中的首脑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成龙和熊大2个异兽的存在。自从山上的村子下来后，他们一家子就直接一路往镇子里搜寻而去，沿途在救助了好些人后，也就汇聚成了一股力量，最终加入了这个群体。刚开始面对成龙这条巨蟒般的毒蛇以及熊大这只大熊，一般的人还是面露畏惧。
据的。毕竟灵气复苏以来，异兽袭击人类的事情就源源不绝，而且他们身边的家禽牲畜也有这种事主的状况，害怕也是人之常情。成龙也没有去理会这些人，只是吩咐熊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小芳一家子能接近他们外，别人无需理会。对于那些袭击人类的狂化兽族，一般的都是熊大处理了，还有小芳这个精神念师在打辅助，几乎正面的战场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存在是他们的敌手，实在搞不定的，成龙才会出手。有了这3个强有力的保镖后，汇聚在他们身边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时间久了，这些人也就明白这里面究竟能够做主的是谁，因此小芳这丫头一下子就成了这群难民的主心骨之一。当然，其中肮脏龌龊、卑鄙算计等权力之争的事情也是少不了的，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过成龙都交给了小芳这丫头自行解决，她无非就是在其一旁为她助威。这丫头也是不负所望，虽然刚开始做的有些稚嫩，甚至不知所措，可到了后面却也能够压服大众。就在队伍停下来，前锋之人进入村子门口不久，就迎来了一阵凄厉的呼救声。不好，出事了！作为维持队伍安全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这些觉醒者被分派在队伍四周，护卫着大众的安全。成龙带着熊大和小芳，主要是负责断后，防止队伍后面出现某些不可控的景象。历经10来天的接触，难民群的人也清楚的知道，只要不打扰这2只异兽，说他们的坏话，对其不利，他们是不会像别的异变兽那样对人群不利的，且还会尽心尽力的守护在一边。甚至一些胆大的，还会在小芳的指导下帮忙处理成龙与熊大的食物，偶尔来个烧烤，喝点人类的饮料，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成龙也是来者不拒，自己之所以混入人群护卫着小芳一家子，也不过是贪图这种享受。熊大这家伙自从得到自己的许可，已经和一个卖蜂蜜的家伙混熟了，天天去混点蜂蜜过不瘾，如果没有命令，几乎就陪在那家伙边上。当前方1000米外队伍中传来惊呼时，成龙在天眼地图上也发现了那村子里的基本情况。一只丈高的黑牛正带领着10来只2米来高的同类，正和进入村子的人进行对峙着，其中左边的牛角上还挂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倒霉蛋。走吧，有情况。成龙眉头一皱，这大家伙已经不是那几个娃娃兵能够对付的了，他们是觉醒了力量不假，可并不会过多的运用技巧，空有一身蛮力而缺乏战斗经验。更重要的是，没有趁手的武器装备，想要对大黑牛这种异兽造成伤害，还是挺困难的。今晚吃牛排。在熊大不解的目光下，成龙缓缓说出几个字：吴哥，这大家伙以我们目前的状态可对付不了啊。和大黑牛对峙的那几个觉醒者很是紧张地看着对面的大家伙，其中一个染着黄毛、身形瘦小的年轻人立马朝着队伍最中间的一个高个子青年说道。尽管他们手里都拿着砍刀、钢叉之类的工具，可也不敢轻易地发起进攻。最中间的吴峰闻言不由得咽了口水，自己是这些人里最强的存在不假，可确实历练的少，这种生死搏杀的阵仗对他来说也是一份压力。他不是怕死，可身后那么多人，那么多眼睛看着他，万一他也失手了，死亡与受伤的将不止一个人。所以轻易间，吴峰也不敢悍然发起攻击。那大黑牛见对面出来了10来个毛头小子，不由得睁大牛眼微微一愣。虽然这些家伙在个头上不及他自己，可也能感受到这些家伙和后面那些老幼病残的不同，更不是自己牛角上这个菜鸡可比，似乎能够给予他一定的威胁力。一时间，大黑牛也在试探着，想要看出一些虚实再动手。不过，这种僵持的气氛也维持不了几秒。在大黑牛的身边，一只体型不算太小的黄牛鼻子里冒着白气，随着一阵刺骨的寒风吹过，他悍然发起了攻击。快躲开！眼见僵局被打破，面对发狂的黄牛，没有人敢在正面战场出其锋芒，人群立马四散，纷纷找位置躲避。其中直接面对黄牛的那个少年，却也灵巧的一个就地翻滚，同时扬起手中的斧子，对着那黄牛的肚皮就飞射而去。可此刻，不仅仅大黄牛动了，那其余的7、8只牛也不再沉默，抬起牛蹄，低下牛头，扬起犀利的牛角，对着这边的几人就狂奔而来。唯一没动的就是最大的黑牛，他似乎感觉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危险，小心翼翼地望着对面的那人群。在他看来，眼前这几个新兵乖娃子最多也就能对他造成一些小的威胁，真正的大危险还在后面。他的灵感是准确的，就在这些觉醒者和牛群激战牵扯在一起时，村口处成龙和熊大的身影出现了，而身边跟随的就是一脸潮红的小芳。之所以潮红，就是因为在他身边漂浮着20把明晃晃的匕首。自从知道小芳这丫头觉醒了操控物体的能力，在成龙的要求和帮助下，从一家超市中搜寻到了这一批还没卖出去的水果刀。虽然这玩意的质地不算太好，可对付一般还没彻底异变的野兽还是绰绰有余。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他们这些觉醒者去成长，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实战中进行历练。开启火眼金睛，这家伙的属性数值就出现在了眼前：种族盲角牛，境界终极兽兵，体长4.3米，肩高2.7米，体重2750 kg，极限力量257，极限身法112，极限体魄201，极限护甲138，极限耐力198，极限念力40，技能大力冲撞，尖角顶飞。这家伙属性还不赖，2项达到了200点以上，算是比较强的了。成龙在心里已经有了计较，不过和自己一比，那就没得看了。不过却能和熊大这家伙拼一拼，两个在半斤8两之间。丫头，这些家伙可交给你了，今晚为师能不能吃上烤牛排，可就看你的刀工了。放心吧。小芳一步跨出，那20把匕首顺势飞出，对着最近的一只黑牛就疾火而去。飞刀的速度非常之快，短短的100米之距，还没等那黑牛与牵扯黑牛的觉醒者反应过来，匕首就已经围绕着大大的牛脖子转了一圈。我靠，这也太酷毙了吧！原本想要阻止这只大黑牛闯入身后人群中的少年，正伸手抓住眼前明晃晃的黑牛角，准备拼着受伤也要用蛮力让其停下脚步，却感觉手上忽然一松，一个大大的牛头带着一股血雨就落在了自己身上。不仅仅是他，另外几个正在和牛群缠斗的觉醒者也很快就发现自己面前的牛怪在一道道如同闪电的幻影攻击下，瞬间就失去了生命。眼见自己这些同伴瞬间倒了一半，最大的大黑牛不由得退却2步，眼眸中出现一丝恐慌。他的实力虽然强，可却也只是比起自己统领的这些同族强上一些而已。若论单打独斗，他也能轻松的虐杀其中任何一个同伴，可却不可能像对面这么切瓜砍菜一般的这么在短短的数个呼吸灭杀这么多。更重要的是，
是不是出手的这个小女孩最可怕？以她的智慧，她看得出那条蛇才是最危险的，而且那只和她差不多大的熊，估摸着在实力上就能和她不相上下。想跑？成龙眼睛一眯，对着一旁的熊大说道：“剩下的几只交给你了，最大的我来。”话语刚刚说完，成龙的身影就像一道闪电一般飞射而出。蛇王出手了！那些年轻的觉醒者对于队伍中这个特殊的异类有着别样的情感，很复杂。也不是没有人打过成龙的主意，可那人的下场也很直接，没等成龙出手，就被熊大一巴掌给拍嗝屁了。之前队伍里最强的觉醒者可不是吴峰，而是那个不知道死活的家伙。吴峰和那家伙对过拳头，对方一步未退，而吴峰却连退7步，还差点没站稳。要知道，他可是能够轻易的举起一辆小轿车而毫不费力。如此对比之下，这蛇王是多么的强悍，不言而喻。在成龙出手的瞬间，熊大也朝着剩下的几只大黑牛奔袭而去，战场出现了一面倒的情况。那大黑牛甚至来不及逃跑，就被成龙弄瘫在地，不到数分钟的功夫就失去了生机。蛇王威武！队伍中也不知道谁突然喊了句，接着其余的人也有学有样的跟着呼喊了起来。成龙没有多说什么，王贵父子已经喊了相熟的人来打扫战场进行处理了。作为最亲近成龙的人，这么多的时日相处下来，他自然知道该做些什么。10多只大牛，除了最大的处理后进了成龙肚子后，其余的1000人的队伍，每个人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肉食。丁，荤食烤牛肉1块，获得能量值10点。丁，荤食烤牛肉1块，获得能量值12点。丁，荤食烤牛肉1块，获得能量值15点。丁，荤食芒角牛肉，获得总能量值275点。还不错了。一只终极兽兵在经过处理之后，已经流失了不少灵力能量，还能获得近300点能量，扩一。在听到系统的提示后，成龙静静地盘旋在地上，心里在盘算着下次多弄点这样的来给他们处理。比起自己生吞活剥的进食方式，有人服侍的日子真是舒坦啊！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看着面前的属性界面，成龙还是较为满意的。宿主成龙，种类蛇族，血脉 SSSR 512倍潜力提升，提高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与效率。境界兽兵级，等级3/3六项基础属性全满可晋级下一级。体长25米，体重3600千克，剩余寿元15年，突破到兽将级可以增加寿元20年。极限力量300+401点属性增加1点攻击力。极限身法300+401点属性增加移速每秒米。极限体魄300+401点属性增加1点恢复力。极限护甲300+401点属性增加1点防御力。极限耐力300+401点属性等于1分钟持久输出。极限念力300+401点属性增加1点灵魂威压与10米距离。能量1175.50点能量转化为1点净化点，每次大境界晋级后会有所变化。吞噬含有能量的物体获得，同时汲取灵气也能获取。净化点0点，饱食度40%，饱食度满后无法再获得食物能量。消化速度1500，吞噬猎物后8小时内清空其饱食度。技能毒液喷射4%，晋级下一级消耗400点净化点。毒素免疫1%，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火眼金睛1%，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天眼地图2%，晋级下一级消耗200点净化点。精神幻境1%，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灵魂印记1%，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燃烧血脉9%，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力大无穷1%，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自从突破成了异兽后，有了血脉之力的加持，自己一呼一吸之间的被动吐纳灵气，大概每分钟能获得1点能量值，一天算下来也就是1400-500点能量值左右。加上随着自己体型变大，以前吞噬400点能量值左右就达到了100%的饱食度，现在也翻了1倍，大概能一次性吞噬下800点的能量上限。这么一算，只要食物能量充足，就像这一阵子每天都能猎杀到足够的食物来源，一天收获个2000多点能量还是不成问题的。成龙心中默默地盘算着最近这些日子自己获取能量值的进度，没有一天是荒废的。跟随着这群人类的队伍，以小芳一家子为媒介，他也有自己的打算。从实力上来说，目前不管是人类还是异兽，暂时还没有能够威胁到自己存在的出现。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起码目前来说，自己还是老大，毋庸置疑的蓝波湾。至于后面的路程里会不会出现威胁到自己安全的人类或者异兽，成龙也说不准。不过他也不会害怕，灵气复苏才这么久，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成龙还就不信有那么多妖孽能把自己甩在后面，再强也强不了多少，大不了打不过就跑。以自己目前的综合属性，说天下无敌或许还早，但是论逃命的功夫，成龙觉得应该不成问题。这1000多点能量值还是先留着作为燃烧血脉之力的底牌再说，不能动用。想到这里，他心里已经有了计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虽然目前来看能威胁到自己小命的存在暂时没有，可终究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鬼晓得有哪些致命的危机等待着自己。说到底，自己能有系统这个外挂的存在，那么别的生物或许也有属于他们的机缘在等待着他。千万不可小视天下英豪，强中自有强中手，小心谨慎点，终究没有过错。熊大悠哉悠哉地舔舐完铁盆里的蜂蜜，闭着眼睛享受着这惬意的生活。自从跟了老大，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不用整日心有戚戚地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了。至于复仇，他没有忘记，不过老大都说了，等办完目前的这件事就会帮他去办，那么再等待一些日子又何妨？那么久的等待都过来了，也不急于这一时，所以熊大倒是挺悠闲的，能不动脑就不动脑，跟着老大混，一天饱3顿，吃饱喝足，偷偷地看了眼盘旋在对面不远处的成龙，熊大不由得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现在这种日子是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不仅有人帮他清理毛发，专门伺候他，而且还有这么多之前没有吃过的美食，在熊大看来就是身处天堂啊！感受到熊大的偷窥，成龙不由得翻了个白眼，这家伙完全是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沉迷在声色犬马之下，已经堕落了。不过说真的，自己的运气还是算不错的，这家伙在成为异兽的那一刻，还特意使用了火眼金睛去查看了一番他的属性，结果还真的让他吃了一惊。SS 级的血脉天赋，只是比起自己差了那么一点。虽然不知道关于血脉觉醒的具体要求，可最近也猎杀了不少异化的异兽，甚至真正的异兽也杀了不少，可终究没有看到几个有觉醒了血脉之力的存在。就连身边的这些觉醒者，成龙都没有放过观察，最终也不过发现了一个 SS 级、一个 D 级、一个 C 级血脉的存在，其中 SS 级的血脉之力就是小芳这丫头，而那个拥有 C
C 级血脉的就是无风，算是幸运儿。26个人类觉醒者中，也不过觉醒了3个血脉之力拥有者，足够说明这玩意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其代表性弥足珍贵。成龙从系统处也算是了解到了这血脉等级带来的好处，像他的 SSS2 级，比起没有血脉之力的觉醒者，在同样的灵气环境下，获得能量的速度快了足足512倍，而 SSS 级为256倍 ，SS 级为128倍 ，S 级为64倍 ，A 级为32倍 ，B 级为16倍 ，C 级为8倍 ，D 级为4倍 ，E 级为2倍，这里面的差距可谓天翻地覆，所以成龙不由得庆幸自己还算是天选之子，起码在这一点上自己已经处于遥遥领先的状态了。更重要的是，自己还有系统这个外挂的存在，如果将来还是落后于那些不如自己的存在，也只能说自己是废物中的废物。几公里外，一伙100人武装小队正全副武装的朝着成龙他们这边徐徐前进，大家抓紧时间休息。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搜寻这县城的北面区域，这里的受灾情况最为严重，且山林之地较多，情况复杂，老百姓肯定已经死伤惨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能够多带走一个是一个，绝不抛弃任何一个老百姓，明白吗？明白，连长您就放心吧，我们这些当兵的不就是保家卫国吗？这种关键时候我们不上，难道还要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上吗？其中一个士兵紧紧地握着长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声音嘶哑地说道：“连长，您说我们这次还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人类还有救吗？”其中有个瘦弱的小兵微微地说道，那啃食着干粮的嘴巴都已经微微发白发干了。有救，猴子，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们有救，且要自救，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同胞。队长斩钉截铁地说道。大灾变过去了大半个月，全球各个有实力的国家都在有组织有序地进行着各自的自救之旅。这一次的受灾可不仅仅是某个城市某个地区的局域地带，而是全世界。尽管地震引发的灾害各不相同，有强有弱，可那些异变的生物却不会给生存人类一点点机会。他们不仅自相残杀，相互吞噬，也不断地袭击着人类，且随着灵气越来越浓郁，他们变异的速度和繁殖的能力越来越强。作为全球最强国度之一的大夏，在救灾这一块自然是最强的存在。各大政府机关在各个地区首脑的指挥下，军警合一，高效地运作起来，成立了一个个自救单位，组织民众进行自救，建立起安全区。而这个连队就是隶属大夏国南部军区下的一个最普通的连队，他们的任务就是作为前卫，搜寻这边的幸存者，护送他们前往最近的安全区。连长，有情况！就在这个连队原地待命进行休整没多久，前方负责放哨的士兵就急匆匆地跑了回来。啥情况？少峰连忙站起来，看着前来汇报的黑子，不由得询问道。前方1公里的山道上，被一群异化的侏罗兽给挡住了去路，那些畜生在撕咬着地上的死尸，个个长着长长的獠牙，数量差不多有200-300只多，漫山遍野的到处都是。我特意观察了下，只有这一条路通往里面的乡镇，没有别的路途能进行绕路。侏罗兽真有200-300只多？少峰面色一凝，不由得反问道，脸色间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样子。自从这大灾变以来，时间虽然不过是过去了短短半个月左右，可身为军人的他，比起一些普通的百姓更知道一些政府对异兽的研究资料。因为自从灵气慢慢复苏以来，这段时日，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他们知道的异兽种类就不下几十种。而侏罗兽这种由家猪、野猪异变成的最常见的异化动物，有着皮糙肉厚、尖嘴獠牙、力大无穷、速度贼快的特点，可以说它们就是异兽中的坦克也不为过。因此，这种异化生物还有一个名字——坦克侏罗。一般的枪械几乎很难对这些家伙形成致命的伤害，皮糙肉厚的它们如果没有直接命中在要害位置，没有10几枪是很难解决掉的。更何况这些家伙的冲刺速度一旦全力开启，可以达到每秒50-60米左右，维持着这种速度连续奔跑10-20公里，非常的恐怖。真的有这么多？我粗略的估算了下，那些家伙挤满了那山道间，密密麻麻的扎堆在一块密室，旁边有很多棚户，估摸着之前那里是一个养猪场，而且那些棚户中还有不小的动静，数量上应该只多不少。黑子也面色非常的不好看，作为侦查带回这种沉重的消息，他的心情也是非常郁闷的。干，不管是为了前方活着的人，还是为了这些死去的乡亲，我们必须干掉他们，打通这个通道。少峰想了想，随即说道：“连长，可是我们没有重武器啊，这些侏罗兽数量这么多，我们能够对付得了吗？”黑子不由得提出疑问，接着道：“我们要不要发报给后面的兄弟部队，请求他们的支援？干就完事了，哪里这么多废话？现在全国各地都需要支援力量，幸存的百姓们可等待着我们去帮助其脱离险境，多耽误1分钟，或许就会多一个无辜者失去生命。我们这里有一个连队，还对付不了几只侏罗。”听到少峰的话，黑子也不再多说什么，而是召集起队伍，展开了部署。成龙他们那边自然不知道，有一个军人连队正朝着自己这边而来，而且已经快和一群侏罗兽交上火。他的天眼地图只能侦察到以自身为中心的方圆2公里范围，而交火的连队还在4-5公里外的地方，自然也就没人知道那边的情况。时间一点点过去，安营扎寨的人群各自找了合适的地方，给自己搭了个简单的窝棚。除了值守的人群，大多数都进入了休息状态。小芳一家子也是一样，他们紧挨着成龙休息的地方，给自己搭了个窝棚。熊大、小芳，随我去前面探探路、散散步。刚刚吃完东西的成龙准备到前方去溜达溜达，顺带消化下食。如果能够捕捉到异兽就更好，毕竟此刻的他还只是半饱状态。刚才那只大黑牛也没有彻底填饱自己的肚子，随着体型越大，自己也变得越发的能吃了。得到指令的熊大二话没说的来到成龙身边，小芳也从自家窝棚中钻了出来。师傅，我感觉我也快彻底觉醒了。破损的公路上，小芳骑在熊大的背上，成龙则游荡在一旁。说实话，他也是心血来潮，似乎前方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般，才叫上2个家伙和自己前来巡视一番。听到小芳的话，成龙没有惊讶，这丫头拥有和熊大一样的 SS 级血脉，哪怕是现在突破也不足为奇。虽然没有修炼的方法，现在完全是靠自我摸索阶段，可熊大这家伙都能进入异兽级了，小芳这丫头肉身方面也应该到了觉醒的边缘了。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区域，我也就准备离开了。成龙看了眼天空，他心中也很是复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其实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自己这辈子终究是条蛇，不是人。尽管在留恋人类的生活，可想要融入还是难如登天啊。师傅，你要离开。听到成龙的话，小芳微微一愣，不由得连忙说道：“是不是徒儿这阵子有什么做的不对，让您不高兴了？”傻孩子，不是你的事。这天底下终究没有不散的筵席，如今你也有了自保的能力，为师也不可能陪你一辈子，我也有我的事情要做，又不是说不见面了，只是暂时离开而已。好吧。沉默了好久，熊大
大驮着小芳，陪伴着成龙，又悠哉悠哉的行走了好远后，小芳终于面带不舍，擦了擦眼睛的说出了2个字。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她是真的把成龙当成了自己最亲的亲人了。一想到不久后就要分别，她还是心中万分不舍。成龙看着小芳的表情，他何尝不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甚至是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可离别终究是他要学会面对的一刻。就在空气突然安静的情况下，一声爆炸声从远处传来，有情况，去看看。3个家伙立马有了精神，在成龙的带领下，朝着爆炸来源处狂奔而去。连长，这些家伙太多了，我们的弹药量可能有些不足啊。黑子看着对面那悍不畏死、一直高速前冲的侏罗兽，在这枪林弹雨下居然没有退却的意思，不由得露出担忧的色彩。这一次的救援，他们可是全靠2条腿前进，没有重武器支援，只是携带了基本的行军口粮和基础弹药，一切轻装前行。毕竟他们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的异兽群，这些家伙发动一次攻击都赶得上一次小型兽潮啊。经过了10几分钟的交火，虽然救援连队已经击毙了不少侏罗兽，可从前方山道上冲过来的猪群越来越多，他们通红着眼睛，速度极快，悍不畏死地冲击着连队布下的火力网。麻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拼了。把守在山道周围的战士借助各种掩体，不断地清除着从山道上冲击过来的侏罗兽。可是这些家伙不仅皮糙肉厚，且速度极快，基本很难击杀他们。虽然这边的火力网也很猛，可无奈其数量太多了，一时半会处于焦灼状态，难以清除。已经有2个靠在最前沿的火力点被侏罗兽给破坏了，那里的战士生死不明，对讲机里也没有回应，显然是凶多吉少。所幸的是，这些侏罗兽里真正异变的就只有3只丈高的猪王，他们躲在后面不时地发出哼唧的声音，指挥着自己的族人消耗战士们的火力，且目前没有亲自动手的打算。这对于救援连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其余的虽然比起一般的野猪都要强悍几分，却也不是刀枪不入，强力的子弹射击下还是会倒在血泊之中，照样会死，无非就是多开几枪的事情。不过每个家伙都需要多开几枪，这就需要不少的弹药消耗。这里的侏罗兽可有几百，击杀一只侏罗兽消耗的弹药量就需要10几发子弹，甚至20几发才能彻底猎杀。那么5、600只侏罗兽如果完全灭杀，消耗的弹药基数也是非常巨大的。这对于他们这个轻装行进的连队来说，弹药量上自然会显得有些不足，毕竟这里没有补给，每多消耗1颗弹药，后面的道路就会多增加1份危险。就在这里进行猛烈交火之时，成龙也终于通过天眼地图知道了前方出了什么事情，是这个世界的军人和一群异变的猪群交上火了。带着几分惊讶之色，成龙不由得停顿下了脚步，看了看熊大，又看了看熊大背上的小芳，他有些纠结自己要不要去帮忙。这可是军人，不是自己最近守护的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这个难民队伍里，自己还能凭借实力力压其余的觉醒者，保证自己的安全，那是因为那些家伙空有蛮力，却没有战斗技巧和经验，对自己构不成较大的威胁。可军人那就不同，他们一个个战斗经验丰富，装备齐全，且是团队作战。虽然在单体上自己或许能够碾压对方，可一旦正面的交恶，以目前的实力，成龙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热武器的围攻下活下来。如果他们一旦对自己发难，眼前的或许还能够解决，但是其背后代表的力量，真的要对付自己的话，那就难说啊。别看这些人被一群没有彻底异化的猪群给阻拦在山道上，可成龙相信，这支连队想要彻底击破这个猪群的袭击，无非就是花费一些代价。所以在没有确定对方对自己这种异兽的态度前，成龙有些犹豫了。他也不知道，如果有军人参与了这次身后难民的护送后，迎接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虽然之前成龙自己就想过这个问题，却没有多加细想，而如今正在面临这个问题之时，他犹豫了，却不得不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哪怕真的要和人类合作，可也要有合作的资格，那是双方实力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才有合作的基础。可现在的自己真的有和人类和平共处的资格吗？前世身为人的他自然清楚，大多数的人对异类只有2种处理模式，一种就是崇拜加臣服，一种就是铁笼与刀片。这段日子自己确实是迷失了，沉迷在人类的服饰下不愿意醒来，每天好吃好喝的被供应着，舒服是舒服，却忘记了一句话，温柔乡是英雄种啊。师傅，你怎么了？见到成龙停下了前进的步伐，熊大也跟着停止了。坐在熊大背上的小芳已经能够听到前面的交火声音，尽管有些微弱，可交火之频繁还是传到了这边。加上成龙停下脚步，不由得引得小芳心生好奇地问道：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些事情。成龙抬头望了望前方，最终心里做了一项决定，怕个球，事到临头需放胆，大不了到时候真的不被接受之时，就带着熊大离开就是。自己虽然没办法确认当前的境界能不能对付人类军队的进攻，也不愿意轻易的去尝试，但是如果自己真的想走，对方想要留下自己，恐怕也没那么容易。更何况有小芳这个家伙存在，这些军人也未必是那种好赖不分的人。走吧。很快，3人出现在战场之后，连长，你看对面那是什么？当他们3个这奇怪的组合出现在连队的视野中时，不仅现场的军人都火力停顿了下，连那些发疯一般进行冲刺的异化侏罗兽也感觉到了不安。25米长，一个成年人都抱不住的腰身，抬起身子足足有2、3层楼高的成龙，如同一个巨无霸一样，悍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野中，充满了压迫感。而且熊大那身形虽然大，可在成龙面前却还是显得有些娇小。不过同样吸引了在场的人眼光，原因无他，背上驮着小芳而已。一个小女孩居然和这么大一条蛇以及一只巨熊在一起，我没看花眼吧？拿着望远镜进行观望的少峰不由得愣住了。面对这样的奇怪组合，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擒贼先擒王，你们2对付1只，剩下的2只大个子交给我，正好还没吃饱。